天問1號拍到了3艾阿特拉斯掠過火星時的影像。就在今天，我國航天局公布了3艾阿特拉斯在10月3日掠過火星時的影像。图像中清晰地展示了3艾阿特拉斯的匯合及其周圍的昏暗挥发結構。那麼这期視頻我就帶大家了解一下這次拍攝以及天問1號的故事。時間還要拉回到1個月前的10月3日，星際訪客3艾阿特拉斯抵達了距離火星最近處。此時它距離火星表面僅有3000萬公里。火星上的人類軌道器自然不會錯過這次拍攝機會。ESA 率先公布了3艾阿特拉斯掠過火星時的影像。他們的 ExoMars 火星軌道器在茫茫星海中拍到了一個明顯高亮的光點，那就是3艾阿特拉斯。與此同時，我們的航天器天問1號也捕捉到了它經過火星表面的畫面。在天問1號傳回的圖像中，清晰地展示了3艾阿特拉斯的匯合及其周圍的昏暗揮發結構。科研人員利用連續30秒拍攝的系列圖像制作成的動畫，形象地展示了該天體的運動軌跡。這也讓天問1號成為了少數對3艾阿特拉斯進行近距離觀測的探測器之一。而這次拍攝可謂是一次極限挑戰。要知道，此時的3艾阿特拉斯距離探測器大約2896萬公里，其自身運動速度大約58千米每秒，而它相對天問1號的運動速度達到了每秒86公里。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，要拍下一個直徑不足20公里、反射率不到5%的微光目標，任何一絲姿態誤差、時間誤差都會讓目標消失在深空中。而天問1號當時的任務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盲拍這顆星際訪客。此時3艾阿特拉斯的亮度只有17等星左右，比肉眼極限暗了上萬倍。在火星軌道上，天問1號面對的是太陽強烈的背光、深空的微光，還有火星自身反射的雜散光。在這樣的雜亂背景下，他要找到一個僅在影像傳感器上佔據幾個像素點的目標，這幾乎就是用望遠鏡在太空中找針。而更難的是，他的相機原本不是為此設計的。天問1號的高分辨率相機是為火星地形成像而建，用來拍攝明亮、靜止的表面。現在，他被迫在完全相反的環境下工作，目標极暗、極遠、極快，而曝光時間必須拉長，還不能導致圖像模糊。其姿態控制必須精準到小於1/1000度，否則目標就會偏離取景範圍。科研人員通過多次軌道姿態調整與地面遠程計算校準，才讓探測器的視線精準對準3艾阿特拉斯所在的空間坐標，最終取得了這張幾秒鐘的清晰動畫。而天問1號這次遠距離盲拍的成功，還要從2020年的海南說起。2020年7月23日，海南文昌發射場，長征5號遙4運載火箭轟鳴點火。在火箭頂部，一個直徑2.65米的白色探測器靜靜佇立，那就是天問1號。天問1號並非一艘單獨的探測器，而是一個3合1系統：軌道器、着陸平台與巡視器。而它的巡視器祝融號火星車，自2021年5月22日駛離平台以來，它已經行駛超過2000米，是我國第一輛外星車。在祝融號休眠後，天問1號軌道器依舊在孤獨地執行任務，它成為我國在火星軌道上唯一的眼睛。而正是這雙眼睛捕捉到了這顆比太陽系還古老的星際訪客。而當天問1號從火星軌道傳回那張3艾阿特拉斯的照片，它其實在告訴我們，無論星際來客的身份是什麼，無論宇宙盡頭是否有文明，人類都已經在路上，用科技的目光去回答2000年前屈原的那句詩：碎骨之初，誰傳道之？